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呢常常提不起劲，只想要滑滑手机耍废过一天？可是呢，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又怕被别人贴上懒惰的标签，或者呢，你常常早上睡过头，结果上班迟到，早八的课还爬不起来，然后就被念说这是懒惰。其实你完全不用自责，因为懒惰根本不存在。大家好，我是林皮，欢迎来到林皮说故事，让我来跟你分享新鲜事。今天我要来告诉你，你一点都不用自责，因为懒惰真的不存在。今天我会讲到的内容中呢，包括了以下的3点。第一，懒惰其实真的不存在。第二，我们从人类生理的角度会来看这个问题。最后呢，我会提供一些调试自己来面对这些问题的方法。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开始吧。在心理学中呢，对于懒惰的研究没有很多，最接近的说法大概是感觉自己没有精力去做任何的事情。如果呢，你是这一种会用这个词来描述自己的人，往往还会带有羞愧的感受，因为你会觉得自己懒惰是不对的。英国杜伦大学社会与健康心理学教授 Fushia Soris 曾说 ，laziness 懒惰是一个很沉重的语词，带有很多负面的含义，是一个社会呢建构的术语，用来贬低那些不够勤奋的人。我们常常描述的情况大概会是这样子。我感觉呢不想做任何的事情，明明我有能力去做某件事，却选择不做。我手上总是有很多事情需要完成，但我提不起劲，然后有一堆讯息要回，有一堆小事要处理。如果你忽略了其中的一些事情，然后选择玩手机、打个盹，或者是点外卖，那你就会被贴上懒惰的标签。我们的社会呢，经常把懒惰的人描述成一个反派。也就是他们认为明明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呢，却总是找借口推脱不做事，假装自己受伤或者太累，或者利用无能当作武器。他们不在乎做该做的事，推卸自己的责任，想让其他人来做所有的工作。他们就是骗子。这种行为都只存在非常极端的例子。大多数的时候呢，被称为懒惰的人其实并没有这么坏。另外呢，社会上也出现一种氛围，就是要不断的努力。比如说呢，这些有钱的成功人士，就算已经可以享受他们的人生了，还是会不断的谈论说他们有多努力，多么拼命的工作。这种勤奋就会成功的论点成了一个神话。因为呢，这些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并不是因为努力，只是纯粹的运气好。这点呢，是有不少科学研究证实过的。但是呢，他们为什么还要不断的讲呢？因为呢，这种神话有助于强调他们确实配得上一切，不要质疑他们的地位或他们的方法，也不要提议要提高他们的税收。现实的情况往往是呢，那些工作时间最长、工作要求最高的人，却只是获得很少的薪水。他们的经济状况呢，被用来指责他们的懒惰或不负责任。但事实上，这个很不公平。人们呢不愿意承认系统性的问题，而是责怪个人陷入困境，然后呢简单的就说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知道了，懒惰这个概念呢是来自于社会上的贴标签。那在我们的人类生理上有没有这一回事呢？如果你喜欢听这些有的没有的事，要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跟开启小铃铛哦。那我们就来看看生理上的状况吧。从基因的角度来看，与人类相似的其他类人猿，例如说黑猩猩、大猩猩、红毛猩猩，这些呢跟我们最接近的亲戚，他们都是非常懒散的。他们大概每天花8个小时来休息跟消化，还不包括睡觉哦。相较之下，人类的精力确实非常的旺盛，而活动量也非常的大。美国杜克大学进化人类学教授赫尔曼·庞泽就指出，我们的祖先呢，从只靠采集植物，逐渐转向狩猎。这代表着呢，我们的生活方式变得更加的活跃。
水果不会跑，但猎物会逃跑，这使得我们的生活方式需要更多的体力活动。现代人类比类人猿更加的活跃，即使是所谓的懒惰的人呢，也比普通的猿类更加的活跃。但是呢，人们的活力还是有差别的。有趣的是，这似乎跟我们所谓的遗传特质是有关系的。基因的变异会影响你是否觉得自己想要更加的活跃。而就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一直保持活跃不是人类生存的唯一策略，因为我们也需要休息，对吧？能够休息并且节省能量，才是合理的生存之道。从新陈代谢的角度来说呢，目前科学家还没有办法来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可以说，我们对于自己的活跃程度的感觉，往往与实际消耗的卡路里数量是不相符的。如果呢，你问人们，你会觉得自己是新陈代谢快还是慢？他们会告诉你，我的新陈代谢很慢，因为我很容易发胖；或者呢，我的新陈代谢很快，因为我不用努力呢就可以维持苗条的身材。但是呢，当你实际测量这些人的能量消耗的时候呢，结果往往跟你预期的不一样。例如说，体重过重的人，新陈代谢不一定比较慢哦，而那些轻松保持体重的人，也不一定有快速的新陈代谢。因此呢，我们对于有很多精力或者新陈代谢快或慢的直觉，实际上跟我们身体的运作方式并没有太多可证明的相关性。现今社会的工作环境速度的确很快，但是呢，如果我们有机会跟这些以狩猎还有采集为生的人一起工作，你会发现说，他们一天的体力活动会比我们一周的活动量还要多。我们的生活方式呢是更加的久坐不动，但是呢，这不表示说我们不会消耗精力。就算呢是坐在办公室一整天，你下班之后也会觉得精疲力尽吧。讲到懒惰呢，另外一个名词拖延或者是拖延症呢，很常被拿来相提并论。当我们看到有人呢没有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认为说，他们在拖延，但更多的时候我们会说他们是懒惰的。但其实呢，拖延的人往往忙于做其他的事情，这跟我们认为他们什么事都不做的想法其实是相反的。福西亚研究了慢性的拖延者，试图了解说人们为什么会拖延。拖延的核心呢，就是把当下的情绪调节放在追求长期的目标之上。因此呢，如果你是拖延者，你很难考虑未来的自己要如何应对你现在不做的事情。你之所以拖延的根本原因，跟你不善于调节情绪有关。如果呢，你有一个工作要做，但是呢，它让你感受到自尊心的受损，感到挫折，或者你不知道要如何管理这个跟工作相关的情绪，那么最简单的情绪管理方式就是把工作放一边，延迟处理它的时间就好了。然后你的感觉变好了，但是那些情绪仍然存在。许多研究都证明说，容易拖延的人会容易感到非常的糟糕、内疚、羞愧，然后呢，他们就采取更加拖延的策略。如果从脑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研究发现，慢性拖延者跟不拖延者的大脑区域存在着差异，而这些区域呢，与时间思考，也就是思考未来、情绪管理以及对负面情绪的容忍是有关系的。这个很有趣，因为当我不想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会告诉自己，这是未来的临批要处理的事。我们都会这样做，而问题是，当你说未来的你的时候，你其实呢把未来的你当成一个陌生人，这是一种分离感、疏离感。所以拖延与不愉快的负面工作情绪是有关的，或许与我们对于未来的自己连结比较少也有关系。但是呢，如果用懒惰这个词来羞辱自己，只会让情绪变得更加的糟糕。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极限。如果你恰好是神经正常，而且身心都完全健康的人，首先恭喜你，你可能是那一个我们都想要成为的不可思议的工作者。但这样的人非常罕见，或者说呢根本不存在，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能量水准、心理跟生理的因素。
我们每个人的极限每天都有可能不同。然而在资本主义之下，我们都被期望像是机器一样的运作。我们的工作狂文化不接受任何的借口，也不认为说身体或心理的疾病是减少工作或者改变工作方式的正当理由。当然，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中，确实呢让我们容易变得非常的懒惰，像是软绵绵的沙发、好看的电视、冰箱里的零食，让不活跃这件事变得如此的容易。如果我们能够克服这些诱惑，出门活动，人们的感觉通常会更好。但是做不到，也不用因此感到羞愧。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的教授 Doven Price 写了一本书，叫做《懒惰并不存在》。里面就提到说呢，懒惰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懒散，那些感觉到的迟钝或缺乏动力，其实是我们的身体在踩刹车。但我们呢，已经失去了对身体需求的感知能力，甚至呢，把这些身体的需求视为对我们生产力跟自我价值的一种威胁。就像呢，有人在 IG 上说，工作的时候可以去上厕所，并享受排尿的过程，是一种自我的照顾。我们竟然要把基本的生活维持，像是吃饭、深呼吸、上厕所这一种，都当作一种自我照顾。这就说明了我们现在跟自己身体需求的关系有多么的扭曲。事实上呢，这是一种补偿的策略。如果你生活在一个以成就来定义价值的文化当中，你就会把所有的能量都灌注到那一两个你不会感到挣扎的领域当中。那些呢，即使会牺牲你的社交生活、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也只能勉强维持的领域。事实上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失去完成工作的能力。如果呢，我们将自我价值的定义为生产力，那是非常可怕的现实。但如果我们的生活不仅仅以工作来定义，我们仍然可以过着有意义的生活。这种意义呢，可以来自于人际关系、学习新的事物、探索自然或者其他能为生活带来价值的事情。休息真的很重要。当你需要在工作、社交、健康、爱好以及照顾你可能需要负责的家人中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呢，休息往往被排在最后一位。所以我们先从睡眠说起。我们在讲睡眠这件事情呢，其实非常有趣。一方面呢，我们总是会被告知说睡眠很重要，对健康非常的重要。但是如果你睡得太多，就会被认为说你很懒惰。而且呢，在那些非常强调拼命努力的圈子里面，缺乏睡眠反而会被称赞。如果我早上10点才起床，然后工作到凌晨2点，人家会说你是懒惰的，因为太晚起床了。但是如果我早上5点就起床，工作到下午6点，就变成了一个勤奋的好人。这听起来很怪吧？早起工作难道就是勤奋吗？除了妥善的休息之外呢 ，Series 教授呢还建议要学会善待自己，也就是自我慈悲。相关的研究证明呢，当你以自我慈悲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时候，实际上会重新激发自己的动力，而减少拖延，并且减少压力，改善幸福感，甚至改善社会的关系。它带来的很多的好处。但问题是呢，我们对于自我慈悲有负面的看法，因为呢，它违背了根深蒂固的工作伦理跟价值观。而拖延的压力部分，也就是来自于这一种懒惰的迷思，也就是觉得自己很懒，不够有效率。这样的做只是在为自己已经感觉不好的事情堆积更多的负面情绪，只会让你感觉到更糟糕，因此更容易拖延。但如果你实际上向他人求助，你就会打破这些障碍，因为呢，你可能会发现他们也在挣扎，他们也在拖延。这实际上是自我慈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所谓的共同人性。意识到其他人呢也在经历跟你一样的挣扎，所以不要过于苛责自己，对自己说：我对这件事情感到不舒服，但是我想改变。我不会沉浸在羞耻跟内疚之中，并且呢让这一切变得不成比例。除了要消除自己对于某些工作的负面感觉之外呢，还有一些策略是可以运用的。如果呢你还是觉得事情太多无法处理，
最经典的策略呢，是将这些大的工作拆成比较小的部分，这样看起来就不会让人家感到这么有压力了。另外一个好处是，当你完成每个小部分的时候，你会有满足感，这会提升你的自尊心，让你觉得我能做到。这实际上会激发动力，帮助你继续完成其他的部分。另外一个方法呢，是找到任务的意义。也许呢，对做家事来说，这件事情比较困难，但你可以从更高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是否具有某种的象征意义。例如说，我透过做家事来展现我对于家人或对于自己的关心。另外一个秘诀呢，是保持身体的活动，就算只是10分钟的运动，这个必须是高强度的，你会出一点汗，然后洗个澡，喝一杯咖啡，你就准备好了。听完今天的分享，你是不是对于懒惰有不同的看法的呢？请留言告诉我。我是林P。如果你还想要再多听一些其他有的没有的事情，可以点我们的连结哦，我们还有很多故事可以听。那我们下次再会咯。